在云南大理的深山之处，有一个1000年的古村落，被称为是云南省历史最古老的白族村落。在唐代就有记载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该村它的名字一直没有变，居住的民族也没有变，从事的产业没有变。就是这个村落从诞生就是落邓，民族一直也是白族。它也是滇西地区最古老的村落。这个村落从空中画面看也是非常古朴的，因为传承了上千年，同时也是依山而建。云南这边很多这种村落啊，都是依着山体来建造。那么这些村落为什么会保存这么完好？交通不便才能够使这个村落比较古朴。当年这个村落一些遗迹，包括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保存下来了。这个洛德古村跟我们平时走的村落不一样，它这里的道路全部是由石头组成，并且呢是逐层提高，就跟我们走台阶、爬楼梯一样。这里以前也是茶毛古道的一个重镇，因为盐而兴盛，在以前这里是非常繁华。估计这个石板路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不光是有人，还有马。它在这个地方是存在马帮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不通公路，就是说以前在古代马车是走不了的，包括现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也走不了，只能靠马驮着。所以说它这里的特色还是很大的。包括等一下我们可能也能看到一些马匹、骡子在这里运送货物，甚至呢有些人体验骑马也是在这条道路上面。现在呢，我们一直往上走一走，看看上面这个古村落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。从这里也明显的看到这些台阶很高啊。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从底部到顶部要走可能1个多小时。有这样一句玩笑话说：“看到屋，走到哭”，就是说这里比较艰难。我们一步步往上面走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洛邓火腿，因为这个地方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火腿，它以前是因盐兴盛，包括现在也有盐。那只不过呢，当时央视有一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说了一些火腿，那这里更让大家熟知。你看他们进出就要靠背或者靠马运送。这个坡度非常大，其实相当于就是爬山嘛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房屋，你看这里每个都不一样，它是依山而建。如果不用这些石头，那就可能要弄成吊脚楼形式。所以当年他们在这里建房子、建村落，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要把很多石头弄到这里来。那么这个石板路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干净，而且很光滑。它是由于这个因素，马经常在这里走，所以呢有一些痕迹。同时呢，如果碰到下大雨，它这个水就会从这里冲刷下来。所以这条石板路既是通道，同时也是这个村落的排水系统。看到骡子了。在这个村落驮东西主要是靠马，现在是准备下去再运送一些东西上来。这个马走这些石板路感觉也挺辛苦的。在这个地方，马算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就跟摩托车、公交车一样。由于这个村落的地势环境决定了，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人出去是背着那个大的行李箱。那么在这里基本上就2种方式，你要不就背着，要不是找一个马匹帮你驮运上来。如果大家从老远来到大理旅行，来到这个古村落，他行李的话，那个马呀背了非常多，可能大家也看过。等一下我们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马匹运送货物的过程。我们看到了下去的，还没看到上来的。那这些可能就是住客栈的那个客栈的工作人员来接送，所以呢顺便就帮他们把行李搬上来了。因为这样的成本肯定比那个用马骡子运送来
更低嘛，全是这些小巷子一样。在以前这个地方，大家想一想，它的制造盐非常发达，那么每天来这个地方的买盐以及贩盐的一些人，他都是走这样的小路的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古村落的半山腰，下面可以看到这条道路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，它在以前是叫做天池古道，因为这个洛顿古村是茶马古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，来这里做生意的商贩非常多，因为这里出名的是盐嘛。大家知道，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资源，在很多战乱时期，盐比黄金还贵，所以呢，在滇西还有云南的很多商人都会来这个地方。那么他们要把货物运送出去，靠什么？就是靠这样一条小的道路。当时运送的是叫马帮，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物流快递，因为它没有马车，人扛东西又不现实，所以呢就靠这个马驮运出去的。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些马背上有很多工具，它那个就是放置货物的。特别是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名词，叫做马店，就是供马帮这些人休息住宿的。这个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能有点不一样。那你看这些那个石头也是非常光滑的，因为这里以前每天都有很多人走来走去，那故而呢踩的是很光滑，有些可能还能看到一些马蹄的痕迹，跟村里面那个台阶路是一样的。现在很多农村还有赶集，那么一般都是在平地上面那个买卖东西。让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很陡，很多石头？它以前呢也是属于集市，就是诺邓村地势较陡，古代的赶集只能建在这样陡坡上面，因为上面没有平地嘛。那这两边可能就有很多人在这里摆摊，有卖肉的，卖菜的。还有一个玩笑是这样说的，在当地是这样传说：这个地方在晚上有豹子来偷吃肉，但是呢，一不小心就摔下来了，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陡。还有看到没有？旁边这里有很多这种边石，像城墙一样的挡起来，它就是因为防止下雨天这个水流下来，这个水往外走，就是相当于一种排水渠嘛。那你每天都要背上背下吗？是的，也挺累的哦。你是当地人是吧？是的。哦，习惯不？习惯。我们爬这样一点都气喘吁吁，你以前背东西那还挺厉害的。你们家有马吗？没有了，过去有。过去有是吧？现在老了，没有了。哦，这里现在是有很多马，还是说有一部分有，有一部分没有啊？是的，少量。那现在这里的马就是帮大家运送工具的了，运东西的了。对，搬运东西啊，把你们旅游家驮东西啊。哦。还有他们盖房子的驮那个原材料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这里是不通公路，材料只能靠马弄上来。对对。它这个马路其实也是排水的吧？就是如果下雨的话，水可能都会往这里流吧？这个路也就排水，也是排水的。这个台阶确实非常陡，听刚才那位大爷说，以前是属于有72个台阶，现在是63个，重新修缮了。他以前是因为马匹要走，不能弄得那么陡，要不然不好上下。这个村到处都能看到这么多仙人掌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吧，密密麻麻的。说句实话，来这些地方，体力不好或者有恐高的人，是尽量不要来，因为确实挺累的。你如果出来游玩还背着东西，那就更累了。它这些石头都是从旁边的山弄过来的，所以说他们修建挺不容易的。因为到了这个村，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石头，也是可以称呼是一个石头城。
那这里也可以称为这是一个悬崖村。你像这个房子也是比较久的，它这栋房子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他家里出过那个有功名的人。整个洛顿古村在古代因为有盐，所以比较富裕，那么自然就很重视教育。他这里的进士秀才非常多，那典型的这一家就是有功名的人，门当户对，就是在这些地方就很好的体现。那这些房屋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就是以前的古民居，因为历史比较悠久，非常清晰的看得出来。它这边很多建筑啊，特别是来到大理，都能看到土木结构的。我们说是砖木，它这里土木，是可能他们这里的一些习俗。包括刚才那位大爷，他说他们家里也是属于这种房屋。走了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了，这个就是他们这里的运送工具。这个马也挺能装的，如果是行李箱的话，大概是能装4个。出发了，跟着这叔走一下，走得还挺快的。他这个马可能这些路都熟悉了，这些路全部熟悉了。他每天要走好多趟啊。到哪个地方他会自己知道，他会自己学了。对，就走哪里都自己都知道了。他这个马有多少年了？有10岁了。10岁了。啊，真的是稀奇的东西，在大山里面才有啊。喂。啊，从这里下去。你看走的比较慢，因为这个是相当于下山嘛，最高能够300斤，很厉害了。不过看起来他走得很辛苦啊，因为这次都是石板路，然后又重，压着可能确实有点累。啊，他有摔过没有啊？有的时候也会摔哦。他这个腿怎么那么细啊？有些人就有细，有的是不会老是粗。哦，这天生的哦。天生的。啊，看起来好辛苦啊，感觉下去比上来难呢。都一样的。都一样啊。上来他真要辛苦了。啊，上来上坡哦。我们看一下，他确实挺辛苦的。辛苦的。是啊，很辛苦。他没有那个星期天。没有星期天，没。365天都要去干活的。没有星期天，365天，天天如此，那确实不容易。大家仔细看看那个腿呀，都感觉有点变形一样的。这么陡的台阶，我们人行走都比较困难，都很累，而这个马或者骡子要驮200-300斤上去，确实很辛苦啊，不容易。由于这个村落是建在山坡上面，故而行走在半山腰就能够看到村落各个层次感。我们现在是在半山腰，看到的场景是这个样子，而我们在山脚下面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。这个是不是与众不同？在这个村落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洛顿火腿，因为它这里有1000年的盐井，他们这里的火腿都是用这里生产的盐来制作的。这个是吧？啊，我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洛顿火腿，就是大的猪腿啊。好香，好浓的盐味。这火腿有多少年了3年了。3年了。你们这个盐是就是这里的盐吗？这个地方的盐还有这个地方的酒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腿？我是第一次见呢。这些火腿全部是3年的时间。看到这么多火腿，我都有点流口水了，因为这个
听说确实是非常好吃。这样一个火腿差不多是有15斤，非常大呀。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就有一次专门讲的就是洛顿火腿，这个就是一个千年古村落现在的样子，可以说是云南最令人回味的一个古村落。刚刚走到村下面挺有意思，发现刚刚用马驮运东西下来那个大叔又要上去了，他刚刚驮的是垃圾，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个古村落生活不易，垃圾都需要马驮出来。现在我们看这位大叔上去是怎么样的，他要坐上去，就相当于马把他驮上去。因为在这个村落，你如果发费一点，是可以乘坐马上山下山的。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，哇，这个马走得挺快的。这位叔有100多斤，所以这个马经常如果驮运东西的话是200多斤。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走得太快了，我快有点跟不上，因为这里的海拔差不多2000米。这个马挺厉害的，就是这个脚非常细小。我听这位叔说，他一天用这个马运送东西可能要10来趟，因为他主要是驮运垃圾，如果下面有客人有那个游客上去，他也会帮忙，或者上面的小卖部驮运水也是他来弄的。我们现在已经跟不上了，我有点气喘吁吁，挺有意思的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生活的场景。